很多人都想求高法大法，走捷径。哎呦，立地成佛哟，自欺欺人。真正的核心要义摆在眼前，却视而不见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杂含卷10第268经。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譬如河水从山谷里流出，河流又长又深，水势奔涌，淹没了很多地方。河流两岸生长着杂草树木，被大水所淹没，都顺着水流倾倒。人们想要渡河，大多被河水冲走，在河里挣扎。好不容易遇到大浪，冲到岸边，人们伸手抓住杂草树枝，但杂草树枝又断了，只能随着河流飘走。就像这样，比丘们，于是众生如果不知道五蕴，不知道五蕴的极灭位幻离，执着五蕴是我，就会沉迷于五蕴。如果五蕴坏了，就会在轮回中继续漂流沉溺。彼色随断，指如果这个物质的身体坏了，他们就会在轮回中继续漂流沉溺。就像被河水冲走的人，想抓住杂草树枝，但这些都会断的。度闻圣弟子如是知道五蕴，知道五蕴的极灭位幻离，就能证得涅槃。如果结合前面几集讲的如何戒烟，如何戒瘾，你就知道现实中人们对五取蕴是多么痴迷，对于各种善瘾是多么痴迷，一旦痴迷想脱离又是多么艰难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后续可能要陆续讲如何戒酒瘾、戒性瘾、戒手机瘾、戒宗教瘾，但还没有想好先讲哪一个，大家可以留言，人多者胜。这些瘾的原理和如何戒烟也是一样的，和世尊讲的也是一样的，一定要先看清楚这些瘾头的过患，一心想要出离，一旦坚定了出离，事情就好办。如果没有真正厌离这些行为，就会在那里反复。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想厌离呢？就像抽烟者，即使知道抽烟有害健康，但同时又会骗自己，我知道抽烟是有害，但抽烟现在就能让我平静，这才是享受生活。我想戒，随时能戒。人们都是这样自欺欺人。每一个人都在执取五取蕴，10个人有5双，不执取了就不再有轮回了。第269经，非如所应，和你不相应的，这有点费解，其实就是不是你的东西。世尊有时候会说非汝物莫取，这里说的莫取是不要执取，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拿。你的子女、你的房产、你的股票名义上是你的，但这些是无常的、变异的。芒格的财产很多，但人去世后还是他的吗？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不是你的东西就应当全部舍弃，舍弃后就能得到长久安乐。比丘们，什么事不是你的就应当全部舍弃呢？像这色受想行识五取蕴就不是你的东西，就应当全部舍弃，舍弃后就能得到长久安乐。就像奇缘的树木，有人砍伐树木带走了，他们不会忧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树木不是我，也不是我所拥有的。就像这样，不是你的东西就应当全部舍弃，舍弃后就能得到长久安乐。什么东西不是你的呢？就是五取蕴，应当全部舍弃，舍弃后就能得到长久安乐。比丘们，色蕴是常住不变的呢，还是变化无常的呢？后面就是常见的无常的引导，略过。舍弃五取蕴是不再执取，不是舍弃这个身体，这身体还在延续的时候还要珍惜和照顾的，这个不能弄错了。270经，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练习无常想，能经常练习，就能断除一切欲界的贪爱、色界的贪爱、无色界的贪爱，掉举傲慢、愚痴无明。就像农夫在夏末初秋时深耕田地，拔草除根，同样的，比丘们练习无常想，能经常练习，就能断除一切欲界的贪爱、色界的贪爱、无色界的贪爱，掉举傲慢、愚痴无明。欲爱指初大的欲望，好吃的、好穿的，男女之爱。色爱指贪爱初尝到4尝的感受，还有色界诸天的感受。无色爱指贪爱无色界定的感受和无色界天的享受。这3种爱从粗到细，就像有人割下草后，手抓了一端，举起反复抖动，那些枯草就会落下，这样就能挑出长草。同样的，比丘们，
练习无常想，能经常练习，就能断除一切欲界的贪爱、色界的贪爱、无色界的贪爱，调举傲慢、愚痴无明。就像芒果生在树上，猛风吹摇枝条，芒果全部掉落。同样的，练习无常想，能经常练习，就能断除一切欲界的贪爱、色界的贪爱、无色界的贪爱，调举傲慢、愚痴无明。就像楼阁，中心支柱坚固，所有木材都依靠在这上面，就能保持楼阁不崩塌。同样的，练习无常想，能经常练习，就能断除一切欲界的贪爱、色界的贪爱、无色界的贪爱，调举傲慢、愚痴无明。就像一切众生的脚印中，大象的最大，因为这样才能支撑起大象的身体。同样的，练习无常想，能经常练习，就能断除一切欲界的贪爱、色界的贪爱、无色界的贪爱，调举傲慢、愚痴无明。阎浮提音译是南瞻部洲，指喜马拉雅山南边的这些国家，印度半岛这一大片，就像印度半岛的一切河流全部流入大海，大海是众河流的第一，因为能纳受所有河流。同样的，练习无常想，能经常练习，就能断除一切欲界的贪爱、色界的贪爱、无色界的贪爱，调举傲慢、愚痴无明。就像日出能消除世间一切黑暗，同样的，练习无常想，能经常练习，就能断除一切欲界的贪爱、色界的贪爱、无色界的贪爱，调举傲慢、愚痴无明。就像转轮圣王在诸小王中最崇高、最尊贵，同样的，练习无常想，能经常练习，就能断除一切欲界的贪爱、色界的贪爱、无色界的贪爱，调举傲慢、愚痴无明。比丘们，为什么练习无常想，能经常练习，就能断除一切欲界的贪爱、色界的贪爱、无色界的贪爱，调举傲慢、愚痴无明呢？如果比丘能在空旷的地方或树林间好好的正思维，观察色受想行识蕴的无常，像这样思维，就能断除一切欲界的贪爱、色界的贪爱、无色界的贪爱，调举傲慢、愚痴无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练习无常想，就能建立无我想。圣弟子能安住于无我想，就能舍离我慢，随顺正得寂静涅槃。观无常是非常基础、核心而且实用的观法，但几千年来，人们一直忽视观无常，总想求所谓的高法、大法。这里说的无我，严格来说应该是五蕴非我，五蕴中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，而后世演变的无我观，很多高法大法更倾向于哲学思辨，而且是形而上的哲学思辨，空对空，容易误入印度教玄学的歧途。而前面几集说的各种瘾，其实只是为了满足大脑多巴胺的刺激。抽烟上瘾的人根本不在乎抽烟的快感非常短暂，不在乎这只是欺骗。沉浸在各种瘾的人都一样，如果能经常思维无常，就能看到自己的荒诞，不断抓取的心就能慢慢放松。271经，低舍也翻译为提舍，意义是具观。世尊姑妈的儿子，世尊的表弟，他因自己的血统而傲慢懈怠。当时有一比丘名叫低舍，和众多的比丘聚集在食堂里。他说：诸位尊者，我不知道什么教法，不喜欢修清净梵行，喜欢贪睡，对教法疑惑不解。大众中有一比丘来拜访世尊，顶礼后退立在一边，向世尊禀告。低舍比丘这么说：初夜、后夜，古印度人将一夜分为初、中、后3个时段，分别称为初夜、中夜、后夜。初夜指傍晚6点到晚上10点，这段时间要用功。中夜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，这是睡眠时间。后夜是凌晨2点到6点，这时候要起来用功了。但这跟什么正子时用功或者饮食用功没啥关系。这是阳气生发之时，睡了正身，打断睡眠，迷瞪瞪的爬起来，好好睡一觉，比这样折腾要强得多。世尊说，这低舍比丘真是个愚痴之人，不知道守护6根，饮食不知节制，在初夜和后夜不能保持清醒，懈怠懒惰，不精进修行，不好好观察思维教法。他这样如果能领会教法，喜欢修清净梵行，能远离贪睡，远离对正法的各种疑惑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如果低舍比丘能守护6根，饮食质量，在初夜和后夜能保持清醒，精进修行，好好观察思维教法，
这样才能领会教法，喜欢修清净梵行，远离贪睡，对教法不疑惑。这段把日常用功的重点都提到了：密护六根、饮食质量、热修梵行、远离贪睡。密护六根，对于六根的细密觉察，对烦恼的觉察，这是日常用功的根本。饮食质量，一个人如果大腹便便的，你就知道饮食不质量。之前有讲过减肥经，也就是现在流行的轻断食，已经被大量案例验证过的，轻松有效不反弹，需要减肥的可以看看。说说常见的误区，只吃素是不能减肥的。实际上不管是南传还是北传，有一半的和尚有肥胖和糖尿病问题，都是唐僧，这个比例甚至高于普通人群。健康的饮食需要碳水和蛋白质的合理搭配，还有适当的运动。错误的观念正在摧毁这些人的健康。热修梵行，前提是对五蕴的厌患离，之后才能真正的热修梵行。远离贪睡，你可能会说，按这里的字面分析，一天只睡4小时。但你要知道，冥想也是一种休息。在当时每天打坐7、8个小时，很放松，吃的也比较少，身体负担不重，没有特别焦虑的事情，睡眠时长会自然的减少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就不要执着只睡4小时，我们无法回到当时的环境，大多数人也不可能每天做7、8个小时。普通人的睡眠时间是6小时到10小时，看自己的实际需要，睡足了就该起来用功了，以白天精力充沛为衡量标准。我曾经用好几年时间来追求只睡4、5个小时的作息，这只有在大量禅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，否则你整天会很难受，而且会把身体拖垮，这是容易出现的歧路。世尊就让一位比丘把低舍传唤过来，先跟他确认是不是有这件事情。世尊跟低舍说，我现在问你，你回答我，你认为如果这个身体不能舍离贪欲、喜爱、想念、渴望，但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异常了，这时你是否会升起忧悲苦恼呢？低舍说，会的，世尊，的确是这样。善哉善哉，低舍，是这样的，这是对色蕴，对这个身体不能舍离贪欲。那对受想行识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？是的，世尊，的确是这样。善哉善哉，是这样的。那你认为如果对这个身体舍离贪欲、喜爱、想念、渴望，但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异常了，这时是否会升起忧悲苦恼呢？不会的，世尊，的确不会。那你认为如果对受想行识舍离贪欲、喜爱、想念、渴望，当受想行识出现变化异常了，这时是否会升起忧悲苦恼呢？不会的，世尊，的确不会。善哉善哉，低舍。我打个比方，有智慧的人通过比喻就能了解，就像有2个人结伴同行，一位识路，另一位不识路。那位不识路的人跟识路的人说，我想到某个城市、某个村庄、某个村落，请您给我指示方向。识路的人就指示方向，说，您从这条路走，前面有2条路，不要左拐，右拐前行，又有坑谷河流，继续不要左拐，右拐前行，又会遇到丛林，你仍然不要左拐，右拐前行。你现在这样慢慢走，就能到达那个城市了。害觉也翻译为害寻，指害心，心里想着怎么害人整人，怎么让人不高兴不乐意，给人穿小鞋。邪见、邪智，这些就是8邪道。邪见认为没有因果，人死如灯灭，或者宿命论，或者灵魂不灭论，或者一切都是神的意志等等，这是各宗派的不同之处。邪思维指贪心、嗔心、害心这样的思维。邪语指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。恶口指辱骂，说的话让对方难受；绮语说一些没用的话，增加彼此的烦恼，漫无目的的闲聊。邪业因嗔心、痴心而发起杀盗淫。邪命则靠诈骗、占卜、威胁、放高利贷等方式生存。邪方便就是邪精进，只在邪见的指导下做一些错误的没用的努力，这很常见。
什么要大败几万个，吃粥几千万，把东西烧几千次之类的，把珍贵的生命都花在无用的地方。邪念与邪见相应，与烦恼相应的念，不真实的念。邪定因无明而发起的种种不善的定，比如为了求神通，为了求名声。禅定在其他宗派也有，像印度教等其他宗派，B 站和油管都有不少，但他们的所求不同，有的只是想看见某位神灵，这就是八邪道。无欲功德，追求色声香味触这5种欲望上的享受。在这个比喻中，不认识路的人就像那愚痴凡夫，识路的人就像如来。前面有2条路，就像众生的疑惑，左边的路就像3种不善法，贪心、嗔心、害心，右边的路就像3种善法，舍离贪心，舍离嗔心，舍离害心。继续前行，左边的路就像邪见、邪思维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精进、邪念、邪定。前行右边的路就像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坑谷河流就像因嗔恚心、愚痴无明的遮障而忧愁悲伤。丛林就像追求5种感官享受，城市就像是涅槃寂静。我是你们的导师，为诸位声闻弟子所应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，现在我慈悲哀悯，以法义让你们得到安乐，这些也都已经做了。你们现在应当做你们应当做的事，在树下或空旷的地方，山岩洞穴里铺草为座位，好好思维，保持正念，精进修持，不懈怠，不要在日后心有悔恨。这是我今天所要教导你的。所以不要以为古人就多清净了，实际上烦恼差不太多。如果说差别，那就是现在诱惑更多了，见解更复杂了。不管是烟还是酒，不管是男女情欲、小视频还是直播，各种社交媒体都想诱发你的瘾头，吸引你的注意力，让你欲罢不能。我们能做的就是熄灭烦恼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清凉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。现在的知识星球已经开通了，在那里我有问必答，大家也可以打卡发打斗心得，有什么问题我会及时提醒。这里是付费的，这样就过滤了乱七八糟的广告和杠精。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各位走上八正道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